欢迎收听《怪谈深渊》。今晚的故事，请不要在黑暗中独自聆听。身为一名国中历史老师，我最讨厌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每学年快结束时，那些充满形式主义的活历史作业。学校要求学生回家访问自己的祖父母，把他们人生中最早的记忆录下来，可以是录影、录音，或是逐字整理成文字。名义上是为了保存家族历史，实际上更像是让学生轻松拉高成绩的一种方式。我已经做这件事17年了，因此当这次收回所有作业时，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会和往年一样无聊，甚至可能更无聊。毕竟这并不是我教过最聪明的一届学生。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替自己倒了一杯红酒，做好心理准备，迎接一整晚乏味至极的内容。我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些什么，像是在我那个年代，我只有2条裤子可以穿，或是我哥哥把棒球打进邻居家院子后，被爷爷拿报纸狠狠教训了一顿。当然，这些访谈里还少不了老人家那些天真却又令人哭笑不得的发言。那些充满年代感的观念，放到今天来看，简直荒谬的离谱。无论是性别歧视还是种族偏见，都让人只能无奈的苦笑。我原本以为这又会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，然而我错了。班上有个女孩，我姑且称她为奥利维亚斯。她有些微胖，个性安静，成绩一直稳定维持在 B 等左右。她从不特别突出，也从未惹过麻烦，是那种老师很容易忽略的学生。坦白说，我原本预期她的报告也会和她本人一样普通，毫不起眼，毫无特色。正因如此，当我在那天晚上打开她的作业时，接下来所看到的内容才会让我感到如此震惊，甚至直到现在回想起来，依然让我不寒而栗。奥利维亚不知道为什么交了2张光碟，因此我先拿起标注访谈的那一张播放。画面读取时卡顿了2下，接着一间客厅缓缓出现在荧幕上，那地方简直像囤积症患者的地狱，杂物堆满每个角落，报纸、纸箱、塑胶袋和各种看不出用途的东西层层叠叠，几乎快把整个房间吞没。奥利维亚蜷缩在一张老旧的扶手椅里，双手紧紧抱着笔记本，看起来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。而在他对面坐着一名神情阴沉的老人，他嘴里叼着香烟，面无表情地望着他，仿佛正在等待某种令人厌烦的审判。开始吧。镜头后方传来一个女人压低声音的催促。奥利维亚像猫头鹰般圆睁的双眼立刻望向镜头，接着又迅速移回老人身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我现在和我的史蒂芬叔公在一起。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，他要跟我们分享他在军队时最早的回忆。史蒂芬叔公此刻的表情看起来宁愿回到战壕里挨炮火，也不想坐在这里接受访问，但他仍耐着性子等待问题开始。不出所料，奥利维亚完全照着我发给学生的访谈问题单逐字照念，而史蒂芬叔公则用最简短的方式回答，一问一答，毫无情绪，毫无内容。途中我甚至听见镜头后方的母亲低声提醒，大声一点，奥利维亚。一切都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，普通、无聊，毫无值得记录的地方。直到某个瞬间，奥利维亚忽然放下手中的笔记本，然后问出了一个完全不在问题单上的问题：你喜欢待在军队里吗？我立刻皱起眉头，因为那根本不是作业要求的内容。史蒂芬叔公发出一阵老烟枪特有的喘鸣声，像是肺部被砂纸磨过一般。不喜欢。他吐出一口烟。不过能离开那个鬼地方倒是挺好的。你去了哪里？巴尔干半岛、
哦，奥利维亚点了点头。从他的表情来看，我很怀疑他根本不知道巴尔干半岛在哪里。而接下来的问题立刻证实了我的猜测。那个包基斯和这里差很多嘛？显然，他把 Balkans 听成了某个地名。史蒂芬叔公沉默了1秒。差很多？哦，又是一阵尴尬的安静。镜头后方传来母亲刻意的清喉头声，听起来像是在暗示史蒂芬叔公多说一秒，别把每个回答都控制在3个字以内。但老人只是抽着烟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静静看着奥利维亚，仿佛在等待他问出下一个问题。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开始有种说不上来的不安，一种微弱却真实的感觉，仿佛这段原本无聊透顶的访谈就慢慢偏离原本的轨道。但奥利维亚似乎真的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，他望着老人，犹豫了一下后问道：“史蒂芬叔公，你在军队里最糟糕的回忆是什么？”老人沉默了片刻，接着他将手中的香烟狠狠按吸在烟灰缸里，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缓慢地撑着椅子站起身。“我马上回来。”他低声咕囔着。画面随即中断。当荧幕再次亮起时，客厅依旧是那个堆满杂物的模样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史蒂芬叔公的咖啡桌上多了几份装在透明塑胶保护套里的文件，而其中一张正被他握在手里。老人低头看着奥利维亚：“我参军的时候还只是个孩子。”他说：“差不多和你哥哥现在一样大。”奥利维亚点点头：“我从来没真正上过前线。”老人继续说道：“我2次被派驻的地方都是东欧那些被内战摧毁的城市，那里到处都是废墟，一切都烂得不像样。”他冷笑了一声：“老实说，我感觉自己根本不是军人，比较像个该死的清洁工。”镜头后方立刻传来奥利维亚母亲刻意的咳嗽声。史蒂芬叔公无奈地翻了个白眼，低头看向手中的文件。我们那支部队被派去整理一所学校，那地方早就被战火毁得不成样子，窗户全碎了，教室天花板塌陷，墙壁到处是裂痕。但最让我受不了的不是那些被炸毁的建筑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声音忽然变得低沉，而是那所学校已经维持那副模样很多年了，在我们到达之前，根本没有人试图修复它，没有任何人。我看着那些孩子每天从他旁边经过，然后去街上乞讨，或者做那些……他皱起眉头，那些鬼知道是什么的事。就在这时，镜头突然向下晃动，画面只剩下地板。显然奥利维亚的母亲正在对老人低声说些什么，虽然我听不清内容，但大概猜得到，无非又是在提醒他注意用词。几秒后，老人不耐烦的声音猛然响起：“你到底要不要听这个该死的故事？”他吼道：“如果要，就让我照自己的方式讲完。”客厅陷入短暂安静。接着，奥利维亚开口了：“妈。”他轻声说：“拜托不要一直打断他。”母亲似乎有些不悦：“你打算把这个拿去班上播放吗？”“没有啦。”奥利维亚回答，“只是交给老师而已。我相信你们老师早就听过该死这个词了。”史蒂芬叔公补充道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苦笑。虽然我其实不是男老师，但除此之外，他说的倒也没错。镜头重新被扶正，画面再次对焦。经过几次模糊与清晰的切换后，一切又恢复原状。老人长长吐出一口气：“唉，反正我废话也说太多了。”他低声抱怨，接着缓缓举起手中的文件，将那张泛黄的纸靠近自己的脸。当年在那所学校的地下室里，
他说，我找到了一封信，当时我看不懂上面写什么，后来我请一个朋友帮忙翻译，现在他的目光落在纸张上，我打算把它念出来。老人停顿了一下，那双浑浊的眼睛缓缓抬起，看向镜头，看向奥利维亚，也仿佛看向多年以前的自己。念完之后，他轻声说，我再告诉你，我在那间地下室里究竟看见了什么。就在那一刻，一股莫名的寒意忽然顺着我的背脊窜了上来。原本只是学生交上来的普通作业，此时却像某种尘封多年的秘密，正准备被缓缓揭开。奥利维亚的母亲似乎也意识到气氛变了，镜头慢慢拉近，聚焦在史蒂芬叔公和他手中的那封信上。老人因年迈而微微颤抖的双手，小心翼翼地拖着那张纸。接着，他开始朗读：亲爱的先生，我从来不曾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，许多冲突与战争都是由所谓的爱国心所催生。人们为了争夺一个早已崩塌的伟大帝国残骸而彼此厮杀，但对我而言，家乡在地图上叫什么名字从来都不重要。这场战争毫无意义，因此我总是尽可能远离它。然而，夺走我妻子与孩子生命的并不是那些袭击，也不是街头随处可见的暴力，而是疾病。幸运的是，孩子离开得很快，对他来说，那或许是一种仁慈，但纳迪亚却没有那么幸运。她痛苦了很久，非常久，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日渐衰弱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那种无力感至今仍像毒药般残留在我的身体里。唯一让我稍感安慰的是，在他们生命最后的每一刻，我都陪在他们身边。有一天，我不再去上班，然后再也没有回去，没有人来找我，甚至我怀疑根本没人发现我消失了。其实学校离我家并不远，只隔着一片空旷的田地，从窗户就能看见那栋建筑。理论上，我完全可以每天去工作几个小时，再迅速赶回家照顾他们，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的工作不过是拖地、扫地、擦玻璃，我只是个清洁工。对这个世界而言，我和对自己的家人一样毫无用处。我曾试图带纳迪亚去医院，但路途太远，她的身体也太虚弱，最后我只能把她带回家，而她就在那天晚上离开了人世。在纳迪亚和孩子离开之后，老实说，很多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。我把自己关在那间破旧的小屋里，几乎不出门，很少吃东西，也很少睡觉。我无数次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，那样的念头充满诱惑。可奇怪的是，我甚至连那样做的力气都没有。我被自己的绝望困住了。唯一让我维持理智的东西是一台收音机，我从未把它关掉过，一次也没有。其实我根本没有认真听里面的内容，甚至讯号最清楚的频道似乎还是英文节目，而我一句英文都听不懂。但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些声音，那些主持人的谈话声，那些音乐，以及那份确切无疑的证明，在这座充满死亡与暴力的城市之外，仍然有人活着，仍然存在着正常的生活。正是这个念头支撑着我活下去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那间屋子里待了多久。当我再次走出家门时，饥饿让我头晕目眩，于是寻找食物成了我唯一的目标。当然，收音机也跟着我一起出门。自从我把自己关起来的那一天开始，它就从未离开过我的身边。我睡着时，它在说话；我醒来时，它也在说话。我不知道它究竟在说些什么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没有它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找到一些水和食物之后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自己的人生似乎只剩下一件事还能做：回去上班。
于是我去了。隔天早晨，我重新走进那所学校，回到自己身为清洁工的工作岗位。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娜迪亚病了很久，学校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。我很感激，因为在我人生最黑暗的那段时间里，没有人催促我回来工作，没有人责怪我，也没有人逼迫我面对现实。那些老师平时和我并不熟，我们几乎没说过什么话，但偶尔在走廊上擦肩而过时，我们会彼此点头微笑，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尊重。而现在回想起来，或许正是那份微不足道的善意，才让我最终决定重新回到那所学校。学校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已经乱得不成样子，所以我只是从储物间里拿出自己的扫把和抹布，重新开始工作。我知道所有人都很高兴我回来了，而最棒的是，没有人介意我的收音机。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它，音量总是调得很低，不至于影响学生上课，从来没有人抱怨过。事实上，我甚至怀疑他们其实很喜欢它。这所学校并不大，但需要维护的地方却很多，地板总是黏黏的，到处都是污渍，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拖地。孩子们总是会把环境弄得乱七八糟，我想这大概就是我还有工作的原因。有时候我必须移开桌椅，确保每一个角落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而我以此为荣。真的，还有那些维修工作，学校总有修不完的问题，今天这里松脱了，明天那里坏掉了，而我总是很乐意帮忙。有些日子，我一边跟着收音机里的旋律吹口哨，一边修理被学生弄坏的桌椅。有些时候，在必须处理更严重的结构问题。每当遇到这样的工作，我都会感觉自己真正派上了用场，像是一台巨大机器中的齿轮，不可或缺。如果没有我，这所学校该怎么办呢？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我终于重新找回活着的意义。学校后方有一座储藏室，里面堆满了腌制和保存良好的食物。学校允许我拿取需要的分量作为报酬，这样的安排很好。毕竟，我要钱做什么呢？以前，我会把那些食物带回家，那栋房子就在学校对面的田地另一端。但后来，当我开始睡在地下室之后，似乎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。这所学校对我而言非常特别，我无法放任它无人看顾。每当我被妻子和孩子的回忆折磨时，我就会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，让那些声音盖过自己的思绪。每一次都有效，每一次，除了今天早上，因为今天早上我是在一片死寂中醒来的。收音机没有声音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发疯似的检查它，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老实说，我甚至不记得自己已经连续用了它多少天，多少个星期，多少个月。它只是寿命到了吗？要命，只是自然损坏了吗？整整一天，我都在尝试修理它，而大部分时间里，我都在哭。没有它，我感觉自己正在失去理智。我给自己最后的期限，日落之前，如果还是修不好它，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而我之所以写下这封信，是因为窗外的阳光已经开始消失。我知道自己的结局即将到来。我曾想过，最后再走一次学校的走廊，向老师和学生们告别。我知道，他们一定会想念我，但我做不到。我无法离开这个房间。只要知道那台失去声音的收音机还躺在这里，我哪里都去不了。现在，我已经流不出眼泪了，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
不久前，我把胃里仅存的食物全吐了出来，头开始发晕，和纳迪亚死后的那段时间一模一样。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，不过在结束生命之前，我做了一件事。我把地下室这间房间的门关上，并用椅子顶住门把。地下室只有这一个房间，墙上有扇小小的窗户，刚好能透进足够的光线，让我看清自己正在做什么。如果有人好心来找我，我不希望他们看到这幅可怕的景象。或许他们只会发现门被堵住了，闻到尸体腐烂的味道，然后当作我从未存在过。但我把收音机和这封信都放在门外。亲爱的先生，如果您读到了这封信，我有一个卑微的请求，请修好它，请救救我的收音机，它不该在睡梦中死去，而我也为自己无法让它重新另作感到羞愧。现在我要去天堂与纳迪亚和小路德米拉团聚了。我希望这所学校能找到另一位清洁工，一位像我一样热爱他、照顾他的人。时间到了，请不要忘记我的收音机，是坦尼斯拉夫。当镜头再次拉远时，奥利维亚的眼眶已经泛红，甚至能看见丽水在里面打转。谢谢你的分享，史蒂芬叔公，他的母亲哽咽地说，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鼻音。我想这样应该够了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奥利维亚忽然急忙开口：“等一下！”他兴奋地说：“他刚刚不是说还有后续吗？你后来到底发现了什么？”就在他问出口的瞬间，画面突然消失，荧幕变成一片黑暗。我愣住了，下巴几乎掉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故事结束了。那封信的主人最后到底怎么了？史蒂芬叔公在地下室里究竟看见了什么？我盯着黑掉的荧幕，满脑子都是疑问。然后我忽然想起来，奥利维亚交来的不是一张光碟，而是2张。我立刻拿起另一张光碟，这张没有任何标记，但我隐约希望剩下的内容就在里面。光碟开始读取，然而这次没有画面，只有声音。一阵沙沙的杂讯过后，喇叭里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那是奥利维亚的声音。录音里传来奥利维亚轻轻颤抖的声音：“我很抱歉我妈妈的态度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努力整理情绪。她不愿意录下我叔公后面说的内容，但是我请她继续讲下去，然后偷偷用手机录下了剩下的故事。录音里传来一声吸鼻子的声音，接着她哭了。那不是孩子撒娇般的啜泣，而是真正难过到控制不住的哭声。我记得你今年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她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历史是由战争的胜利者书写的。”我愣住了，因为那确实是我说过的话，一句我自己都没怎么放在心上的老套名言，只是以前历史老师教过我，于是我又拿来教学生罢了。但他记住了，而且比我想象的更认真。可是奥利维亚抽泣着，每个人的历史都很重要，即使那个人很可怜，即使那个人很失败，即使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赢过任何事情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呼吸变得凌乱。自从完成这个作业之后，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好好睡觉了。但你一定要听完我叔公的故事。录音到这里时，我发现自己眼眶也湿了，不是因为故事，而是因为她，因为这个平常沉默寡言、总是坐在教室角落的女孩。她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历史的意义。就在我快被这份真诚感动得一塌糊涂时，
录音再次响起。好啦，奥利维亚母亲不耐烦的声音传来。如果你真的想听后面的故事，那就随便你。但我先说，这根本不适合拿来当学校作业。让我讲完。奥利维亚母亲不耐烦的一下，史蒂芬叔公立刻反驳，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强硬。如果你听不下去，就自己去厨房找点东西吃。但奥利维亚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。母亲低声抱怨了几句，接着脚步声渐渐远去。现在房间里只剩下叔公和奥利维亚2个人，我甚至能想象画面。女孩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抱着膝盖，满脸期待地望着老人。所以她小心翼翼地问，你找到那台收音机了吗？还是学校被炸掉的时候坏掉了？录音里传来打火机清脆的声响，咔嚓，然后是深深吸气的声音。史蒂芬叔公又点了一根烟，许久之后，他才慢慢开口：“那封信。”他说：“上面有日期。”奥利维亚立刻追问：“什么日期？”老人沉默片刻，然后说：“日期是在我们开始重建那所学校的2个星期前。”房间瞬间安静下来。奥利维亚显然没有立刻反应过来。等等，他说：“可是你刚刚不是说，那所学校在2年前就被战争摧毁了吗？”没错，史蒂芬叔公回答。确实如此。我感觉自己的手臂瞬间冒出鸡皮疙瘩。录音里只剩下安静的呼吸声，然后老人开始说出那个他一生都忘不了的画面。那个男人，那个救史坦尼斯拉夫的人，他的声音低沉的可怕，走进一所被破坏殆尽、摇摇欲坠的学校，然后每天清理血迹和瓦砾，就像在擦拭洒出来的饮料和灰尘一样自然。奥利维亚没有说话，只有微弱的抽泣声。他在走廊里对那些尸体微笑，并且真心相信那些尸体也在对他微笑，因为他们喜欢他的收音机。我的胃开始紧缩。他会把尸体移开，只为了扫干净下面的地板。屋顶有一半早就塌了，每次下雨，他一定全身湿透，但他却浑然不觉，甚至感觉不到任何异常。录音里，奥利维亚开始哭了，不是啜泣，而是真正崩溃般的落力。史蒂芬叔公继续说：“我找到他提到的储藏室，里面确实有很多腌制食品、保存食品，但那些东西大概难吃得要命，而且大部分都已经发霉了。”奥利维亚颤抖着问：“那，你有看到他的尸体吗？”老人沉默了1秒。“有。”他回答，“吊在天花板上。”录音里只剩下女孩压抑的哭声。但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史蒂芬叔公低声说，他看起来还很像活人，并没有腐烂太久。这不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。我感觉一阵寒意沿着脊椎往上爬，因为我已经明白这代表什么了。那封信不是在学校被炸毁后不久写的，而是在史坦尼斯拉夫死亡前不久写的。换句话说，在学校成为废墟的2年里，那个男人一直待在里面，一直以为自己还在工作，一直以为学生和老师都还活着，一直以为收音机里的声音陪伴着自己，直到最后一刻。奥利维亚哭着问：“他看起来很安详吗？”那声音里充满绝望，像是希望至少能替那个可怜的人找到一点安慰。但史蒂芬叔公只是吐出一口烟，然后回答：“我不知道，那里臭得要命。”他的脸是蓝色的，眼睛整个凸了出来，大概像这样。我甚至能想象老人用手比划的模样。录音另一端，奥利维亚哭得更厉害了。许久之后，
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出最后一个问题：“那收音机呢？”许蒂芬叔公深深吸了一口烟，很长很长的一口，然后缓缓吐出烟雾。收音机确实在那里，他说，声音忽然变得异常低沉，仿佛直到今天都无法理解那件事，而且它还开着。